苦思生死数十载，竟是终于明悟，分身修内，走先天之路，本尊炼体，修古神之道。在下墨志，不如你我二人在这雨夜论道一番，也不算辜负这番意境。分身修内，走先天之路，本尊炼体，修古神之道。就是现在！不急，元神不灭，肉身永存。他化身成功了。这便是独属于我亡灵的生死一劫。此处凡人众多，本该生气迸发，为何死意弥漫？1年间，我踏过了雪域国许多城池，这里没有皇族存在，每一个城池都归属于某个强大的修士所有。在这里，凡人就是奴隶，他们唯一的生存价值，就是为雪域修士服务，制作冰雕来换取生活所需。凡人毫无生机活力。此地死意也尤为慎重。我虽不习此地，但却是我体会生死意境中死意的好地方。雪域国制作的冰雕的确颇为神奇。凡人所雕刻的冰雕，会有专门的修士为其刻下阵法，并以一种秘法激活，使得这冰雕变成如同傀儡般的存在。雪域修士的功法精髓，我钻研许久，但仍不得要领。我猜测，这冰雕就是雪域国的根本。若能习得此法，再将其与木雕融合，定对我大有裨益。唉，趁着我雪域防守空虚，逃往境外的4派余孽最近越加活跃。就算大长老们不在，这群丧家犬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先把内围的剿灭干净，腾出手来再收拾他们。不急。师兄，朱雀国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哎呀，7位大长老随红蝶去朱雀国已有数年了，怎么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这种强行提升修为的逆天法术，哪有这么容易啊？我们现在虽有了星魔旨，可成为5级修真国，必须得有一个应变期修士。这没办法。哎呀，这术法也太过霸道了！每人只有1次机会不说，哪怕是成功到了应变期，也就只剩下100年寿命。而且修为也将停留在应变初期，永远无法突破。希望大长老们当中有人能够以应变修为归来吧，这样我们才有100年时间将血族重新复兴起来。看样子，这雪域新国以城主分治，那这城主修为必然是有强有弱。11层，你是何人？借你身份一用。大胆！我可是城主！
根据此人记忆，这女修之徒经常对他贴身侍奉。师尊，没想到在雪域国，弟子侍奉之事竟如此稀松平常。可有新的兵胚送来？师傅，刚刚送来2个血仙兵胚，拿出来，让为师看看你2人的手法可有精进。是。随着红蝶长大，武灵的实力同样突飞猛进。有此奇才，是雪域的福分。老身收红蝶为徒后，为了探查这武灵的来历，不算多次，却发现红蝶此生有一死劫。清河，此次出征，你带上红蝶的5行之灵，率大军前往4派联盟。师尊，前日，老神红霞龙体终于算出红蝶死劫就在此次大战中。你若能帮他应下此劫，红蝶劫数变小，今后道之一途，永为平坦。师尊，红蝶师妹不过跟了您100年，弟子可是您的首徒啊！师尊，您怎么了？这一卦耗尽了老身的寿元，可我们别无选择。清河，别怪为师。雪域被困在这贫瘠之地太久太久，你是雪域的大师姐，保住红蝶，就是保住我们雪域的将来。师尊，师尊，师尊！弟子领命。使者大人，朱雀国曾答应为我出手一次，那么现在，请杀了这条苍龙。没死，此龙在下可无权杀死啊！鹰变强者，不过取出血脉，让他不再惹事，倒是可以做到。
武灵，击！少了一个。幸亏天孽珠已将土灵吸收，否则我断无活路。周无太脱离战场，这是得到玉鼎的最后机会。这已经……没想到在这里相见，王兄。这玉鼎虽是至宝，我却担当不起。整个四派都担当不起。王兄想要便拿去，留不留得住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师傅已令，伤势可愈。玉鼎到手，必须尽快脱身。不好！四派余孽，受死！你走不掉。此人修为虽是化神，但肉身未必强大，以武神之血加持，或许能有机会。这元婴后期培美，倒是颇有意思。不！今日我即便侥幸逃脱，日后若是暴露，更难逃一死。唯有凭借天机速战。
下朱雀国欧至，道友可愿再次引来天劫？在下必有重谢。真是天劫！道友可愿现身一叙？只击杀一名化神，便消耗了全身法宝，上国之事绝不可参与。护国苍龙陨落，四派联盟大败，就此灭国。随后1年中，四派修士几乎全数死于血域围剿之下，幸存者只得隐姓埋名，在新生的血域国之内苟活下来。天拟珠吸收土灵，致土属性大圆满。这天拟空间竟有了一丝灵力，五行发光体也浮现了生机之意。天拟珠定然有我尚未发现的妙用，恐怕只能等到五行大圆满，天拟珠真正认主之时，其神通之术才会显现吧。自我领悟生死意境，天拟珠的时间逆变就已失效，内外时间已无异。现我藏身时间已达极限，还需4年，我便可踏入化神。短短5年，血域竟发展至此。